親愛的朋友們，歡迎來到微光夜讀。砰砰砰！一陣急促到失控的敲門聲劃破了窗外的雷鳴。誰啊？我含糊地應了一聲，以為是宿舍樓裡誰家漏雨了。門卻被猛地撞開，一個渾身濕透的男人踉蹌着衝了進來，雨水和泥點甩得滿地都是。他反手咔嗒一聲鎖上了門。那雙布滿血絲的眼睛在昏暗的燈光下死死地盯着我，聲音沙啞得像是2塊粗糙的石頭在摩擦。林濤，我走投無路了。他大口地喘着粗氣，仿佛剛從水裡撈出來，每一口呼吸都帶着絕望的哨音。這次只有你能救我了。接下來開始我們本期故事，記得點擊訂閱並開啟小鈴鐺。2個月前，我的人生還是一片燦爛。那晚，市裡最豪華的錦繡閣酒店燈火輝煌，我們林家和周家所有的親戚都到齊了，濟濟一堂。宴會的主角是我表哥周志遠，他剛剛被任命為市國土資源局局長，40出頭，手握實權，前途無量。父親舉着酒杯，滿臉紅光，嗓門比平時大了好幾倍。志遠是我們周家的驕傲，也是我們林家的驕傲。姑父姑媽笑得合不攏嘴，謙虛地擺着手，眼裡的得意卻藏也藏不住。親戚們眾星捧月般圍着周志遠，敬酒的話一句比一句漂亮。我也由衷地為他感到高興。我和周志遠從小一起在泥地裡打滾長大，感情比親兄弟還親。我在市建設局當了快10年的工程師，技術上是一把好手，可就是因為性格太直，不會阿諛奉承，一直得不到提拔。現在表哥成了实權部門的一把手，我總算感覺自己有了靠山。席間，周志遠特意走到我身邊，拍了拍我的肩膀：“林濤，在單位好好幹，是金子總會發光的。”他的話語沉穩有力，眼神一如既往地帶着鼓勵。我重重地點了點頭，心裡一片火熱。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醉意朦朧中，仿佛已經看到了自己光明的未來。我以為那是一個嶄新的開始，可我沒想到，那竟是墜落的序曲。3天後，我正在辦公室畫着一張規劃圖。人事科長老李敲了敲我的門，臉上帶着一種古怪的同情。他遞給我一份文件，薄薄的一張紙，卻重若千斤。那是一紙調令。文件上的黑字清晰又刺眼，將我從市局核心的技術科調往雲溪鎮國土所，擔任副所長。雲溪鎮，這個名字像一根針，狠狠扎進我的腦子裡。那是我們市最偏遠、最貧困、最沒有發展前景的山區鄉鎮。從市區開車過去，要顛簸4個小時的山路。那裡的國土所是公認的養老院和流放地。我拿着那張紙，手抖得厲害。我不相信。我衝到人事科，抓住老李的胳膊：“李科長，這是不是搞錯了？為什麼是我？”老李嘆了口氣，抽回自己的胳膊，理了理衣領：“林濤，這是局裡開會決定的，文件都下來了，你就服從組織安排吧。”“誰決定的？為什麼是我？”我幾乎是在咆哮。“是周局長親自點的名。”老李的聲音低了下去：“周志遠，我的表哥。”這3個字像一道晴天霹靂，把我整個人都劈傻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走出辦公樓的。同事們看我的眼神充滿了憐憫、幸災樂禍和疏遠。我開着車，一路狂飆到周志遠家。開門的是嫂子，她看到我，臉上的笑容瞬間就凝固了。志遠在書房。我一言不發，衝進書房。周志遠正坐在紅木書桌後，戴着金絲眼鏡，慢條斯理地品着茶。他看到我，只是淡淡地抬了抬眼皮。“來了。”
那平靜的語氣，仿佛我們只是在談論天氣。我把那張吊令狠狠地拍在他桌子上。為什麼？我的聲音因為憤怒而顫抖。他摘下眼鏡，用絨布仔細地擦拭着。什麼？為什麼？服從組織安排，這是最基本的原則。別跟我說這些官話。我徹底失控了。你是我哥，你親口說讓我好好幹，結果你就把我一腳踢到那種鳥不拉屎的地方。他終於抬起頭，正眼看我。他的眼神很冷，冷得沒有一絲一毫的親情，只有審視和不耐煩。去基層鍛鍊一下，對你未來的發展有好處。我不需要這種好處，那就當成是命令。他的聲音也冷了下來。林濤，你已經不是小孩子了，不要這麼情緒化。我看着他那張熟悉又陌生的臉，心一點一點地沉了下去。這不是我認識的那個表哥了，這是手握權力的周局長。是為了立威，是嗎？我慘笑着問，拿自己最親的弟弟開刀，告訴所有人你六親不認，這樣就沒人敢質疑你了，對不對？他沒有回答，只是端起茶杯，輕輕吹了吹上面的熱氣。他的沉默就是默認。我感到一陣徹骨的寒冷，從腳底一直蔓延到心臟。我輸了，輸得一敗塗地。我轉身離開，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刃上。回到家，等待我的是一場家庭風暴。父母氣得渾身發抖，母親當場就哭了。他怎麼能這樣？他小時候，你爸背着他去看病，他家困難的時候，我們偷偷塞錢，他怎麼能這麼沒良心？妻子坐在沙發上，眼睛紅紅的，一言不發。第二天，母親直接殺到了周志遠家，想要討個說法。結果，他被嫂子幾句不冷不熱的話給請了出來。姐，志遠現在的位置不一樣了，很多事也是身不由己，您就別讓他為難了。他一個當弟弟的，為哥哥的前途做點犧牲，也是應該的。這些話像刀子一樣傳回來，扎在全家人的心上。我們家徹底成了親戚圈裡的笑話。所有人都說周志遠這是一招得勢，六親不認，而我就是他用來祭旗的那顆棋子。1個星期後，我收拾了簡單的行李，沒有告別，沒有送行。我獨自一人開着我的舊車，駛向那個名叫雲溪的流放地。車子在蜿蜒的山路上顛簸，窗外的景色越來越荒涼。我的心也跟着這條路一起沉入了谷底。我一遍遍地回想過去，想不通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我對周志遠的怨恨像山路旁的野草一樣瘋長。4個小時後，雲溪鎮終於出現在眼前。它比我想象的還要破敗。低矮的房屋，冷清的街道，空氣中彌漫着一股潮濕的霉味。鎮國土所是一棟2層的舊樓，牆皮大片大片的剝落，露出裡面的紅磚。院子裡雜草叢生，一個生了鏽的籃球架孤零零地立在那裡。所長老孫是個快退休的老頭，頭髮稀疏，見我來了，只是懶洋洋地抬了抬眼皮。他把我領到2樓一間空着的辦公室，裡面只有一張桌子，一把椅子，都落滿了灰。林所，以後你就在這辦公了。所裡的事也沒什麼好交接的，大家平時就是喝喝茶，看看報紙。鎮上就這麼大，沒什麼土地糾紛，清閒得很。老孫說完，就背着手，慢悠悠地回自己辦公室去了。我站在空蕩蕩的辦公室裡，聞着空氣中灰塵的味道，感到一陣滅頂的絕望。我的專業，我的抱負，我的一切，都將在這裡被埋葬。最初的1個月，我度日如年。我每天準時上班，然後在辦公室裡枯坐8個小時。同事們都是鎮上的本地人，他們用一種好奇又疏遠的目光打量我這個從市裡來的。
他們聊着家長裡短，聊着鎮上的八卦，沒有人跟我說話。我成了一個透明人。有好幾次，我喝醉了酒，拿起手機想打給周志遠，想再質問他一次。可電話撥過去，要麼無人接聽，要麼是他的秘書客客氣氣地說：“周局長正在開會。”我徹底死了心。我開始自暴自棄。我不再準時上班，有時睡到中午才起。我開始在鎮上閒逛，像個孤魂野鬼。雲溪鎮真的很小，一條主街從頭走到尾，只需要10分鐘。鎮上只有一家小賣部，一家小飯館，一個破舊的台球廳。我的生活就被壓縮在這狹小的空間裡。為了打發時間，我學會了釣魚。鎮邊有一條小河，水很淺，但總能釣上幾條巴掌大的鯽魚。我也學會了喝酒。每天晚上，我都會在小飯館裡一個人點1盤花生米，1瓶劣質的白酒，喝到半醉。飯館老闆是個40多歲的中年人，姓張，大家都叫他老張。他是個話癆，見我一個人喝悶酒，就常常坐下來陪我聊天。兄弟，看你這氣質，不像我們這山裡人啊。飯是了。我只是苦笑，不回答。漸漸的，我和老張混熟了，他也成了我在這裡唯一能說上話的人。有一天，我又在河邊釣魚，一個穿着中山裝、精神矍鑠的老人也提着魚竿走了過來，是退休多年的老村支書王叔。老張介紹我們認識。王叔很健談，他在這裡生活了一輩子，對雲溪鎮的犄角旮旯都了如指掌。我們就這樣有一搭沒一搭地聊了起來。我們雲溪鎮啊，就是風水不好。王叔指着遠處一片荒地，你看那片廢磚窯廠，幾10年前多紅火啊，燒出來的磚頭，市裡都搶着要。後來不知道怎麼回事，就倒閉了，現在荒在那裡，可惜了那片好土。我順着他指的方向看去，那是一片很大的荒地，能隱約看到幾個倒塌的窑洞。那地下的土啊，粘性特別好，燒出來的磚，拿錘子都砸不碎。王叔咂咂嘴，滿臉惋惜。地皮現在是誰的？我隨口問了一句。亂得很呢。王叔搖頭，當年廠子倒閉，沒錢發工資，就把地抵給了幾個老職工，現在產權分散在好幾個人手裡，誰也說不清。我沒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對我來說，這只是一個打發時間的談資。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去，我身上的銳氣被消磨殆盡，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麻木的頹廢。我甚至開始習慣了這裡的生活。就在我以為我的一輩子就要這樣在雲溪鎮腐爛掉的時候，那場暴雨來了。2個月後的一個深夜，天空像是被撕開了一個口子，狂風捲着豆大的雨點，狠狠地砸在窗戶上，發出噼里啪啦的聲響。宿舍樓的線路老化，燈光閃爍了幾下，徹底熄滅了。我摸出半瓶白酒，就着窗外偶爾劃過的閃電，一個人喝着悶酒，心裡空落落的，充滿了對周志遠的怨恨和對自己未來的迷茫。就在這時，那陣瘋狂的敲門聲響了起來，門被撞開，周志遠像個水鬼一樣衝了進來。他反鎖上門，死死地盯着我，說出了那句讓我如墜冰窟的話：“林濤，我走投無路了，這次只有你能救我了。”我徹底懵了。我看着他狼狽不堪的樣子，濕透的襯衫緊緊貼在身上，頭髮滴着水，臉色蒼白得像紙。這還是那個高高在上、意氣風發的周局長嗎？他把一個沉重的黑色旅行包砰的一聲扔在桌上，拉鏈因為劇烈的撞擊而裂開一道口子，露出裡面一捆捆紅色的鈔票。我的大腦一片空白。你說什麼？我結結巴巴地問。救我？怎麼救？
周志遠雙手撐着桌子，身體因為急促的呼吸而起伏着。他抬起頭，那雙布滿血絲的眼睛裡燃燒着一種瘋狂和孤注一擲的光芒。他一字一頓地說道，每個字都像是從牙縫裡擠出來的。天亮之前，用任何辦法把南邊那個廢磚窯廠的地拿下來。我的心跳漏了一拍。廢磚窯廠，王叔白天還在跟我念叨的那片荒地，為什麼？我脫口而出，那片地怎麼了？你要它幹什麼？周志遠環顧了一下四周，確定安全後，才壓低了聲音，語速快得像連珠炮。省裡有一個代號星光的新材料產業園計劃，正在秘密選址。這個項目的核心需要一種極為罕見的特殊高嶺土礦作為原料。經過省地質隊的秘密勘探，整個市只有雲溪鎮那片廢磚窯廠的地下有符合標準的富礦帶。我的腦子嗡的一聲，仿佛被重錘擊中。我的對手前副市長和他背後的豐達集團，通過內鬼搞到了這份地質報告的副本。我一上任就被他們死死地盯住了。我身邊的每一個人，打的每一個電話，都有人在監視。任何與雲溪鎮有關的官方動作，都會立刻被他們察覺，然後他們就會用各種手段阻撓，甚至反咬我一口，說我以權謀私。我沒有辦法，我誰都不能信，我只能把你調來這裡。周志遠死死地抓住我的胳膊，指甲幾乎要嵌進我的肉裡。所有人都以為我六親不認，把你發配充軍，這恰恰是你最好的保護色。他們的人明天一早就會帶着天價合同和各種威逼利誘的手段來找那幾個產權人簽約。一旦合同簽了，他們就能以商業開發的名義，名正言順地把地拿到手，到時候項目就是他們的，而我會因為錯失重大項目，被徹底打入冷宮，永無翻身之日。他指着桌上的旅行包，聲音嘶啞：“這裡面是我能動用的所有關係和家當，還有預簽的空白授權書。跟他們拼錢，我們沒有優勢。你唯一的優勢就是你這2個月在這裡作為一個外人所建立的那些不為人知的關係。林濤，你現在不是建設局的工程師，也不是國土所的副所長，你只是一個被發配到這裡的倒霉蛋。你必須用這個身份搶在他們前面，把地拿下來。”窗外一道慘白的閃電劃過，照亮了他決絕而又充滿祈求的臉。他的聲音裡帶着一絲顫抖：“這件事現在都靠你了。”我站在原地一動不動，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過去2個月的屈辱、怨恨、不解，在這一刻都有了答案。這不是一次放逐，這是一次潛伏，這不是一枚棄子，這是一部暗棋。我看着周志遠，這個我怨恨了2個月的表哥，心裡五味雜陳。他賭上了一切，他的前途，他的身家，還有我們兄弟間的情分。現在輪到我下注了。我知道了。我深吸一口氣，吐出了這3個字。我的聲音很平靜，平靜得連我自己都感到驚訝。那一瞬間，過去2個月的頹廢和迷茫被一掃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被逼到絕境後的冷靜和瘋狂。周志遠的肩膀瞬間垮了下來，仿佛全身的力氣都被抽空了。好，好，他喃喃道：“你現在必須馬上離開這裡。”我看着他，你出現在這裡，本身就是最大的風險。他點了點頭，從口袋裡掏出一部沒有卡的老人機。這是單線聯繫的電話，事情辦成後打給我。說完，他拉開門，頭也不回地消失在滂沱的暴雨中。房間裡只剩下我和一桌子的現金，以及一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天亮之前，我看了看手錶，凌晨1點。距離天亮
只剩下不到5個小時。我沒有時間猶豫，沒有時間思考。我抓起一把現金塞進口袋，披上一件雨衣，衝進了雨幕裡。我的腦子在飛速運轉。豐達集團財大氣粗，他們能開出的價格一定遠超我這包裡的錢。硬拼是死路一條。我唯一的勝算就是快和齊，在他們的人到達之前，用最快的速度，用他們意想不到的方式搞定所有產權人。王叔，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他。他知道所有產權人的情況。我深一腳淺一腳地踩在泥濘的土路上，朝王叔家跑去。雨水順着我的臉頰往下流，分不清是雨水還是汗水。王叔家的燈還亮着，他有起夜的習慣。我砰砰地敲着門。王叔披着衣服打開門，看到我這副模樣，嚇了一跳。小林，你這是怎麼了？王叔，救急，10萬火急。我把他拉進屋，把門關上。叔，我有個朋友急着要投資，看上了南邊那片廢磚窑廠的地，但是有個黑心的開發商也在搶，明天一早人就到。我必須在他們來之前把地簽下來。我編了一個最簡單直接的理由。王叔是老江湖，他看着我焦急的眼神，又瞥了一眼我鼓鼓囊囊的口袋，立刻明白了什麼。他沒有多問，只是點了點頭。那片地的產權在5個人手裡，最大的那份在當年的老廠長李根手裡，他占了差不多一半，剩下的一半分散在4個老職工手裡，分別是趙鐵柱、孫大海、周寡婦和錢老三。李根這個人脾氣又臭又硬，最恨的就是外地來的大老闆，他覺得是那些人搞垮了廠子。王叔皺着眉說，給他錢他不一定要。趙鐵柱和孫大海家裡條件一般，兒子都等着錢娶媳婦，給錢應該好辦。周寡婦家最困難，兒子前年出了車禍，現在還欠着一屁股債。最麻煩的是錢老三，那是個認錢不認人的主，誰給的錢多就跟誰走，而且貪得無厭。王叔的一番話讓我瞬間有了清晰的作戰地圖。王叔，你帶我去找他們。現在，立刻。王叔看了看窗外的暴雨，咬了咬牙。走。我們2個人，一把伞，一個手電筒，消失在沉沉的黑夜裡。第一站，李根家。這是最難啃的骨頭，必須第一個拿下。李根住在一個破舊的小院裡，我們敲了半天門，他才罵罵咧咧地出來。那個王八蛋，半夜不睡覺。他看到我和王叔，愣了一下。王叔，這麼大雨，你們幹啥？老李，有點急事找你。進了屋，李根一臉警惕地看着我。我沒有直接談錢。李廠長，我聽王叔說，當年咱們雲溪的紅磚是全市最硬的。李根渾濁的眼睛裡閃過一絲光亮。那是自然，當年的磚都是我親手燒出來的，可惜了。我嘆了口氣，那麼好的廠子，那麼好的手艺，說沒就沒了。這句話戳中了李根的痛處，他沉默了。李廠長，我今天來不是想跟你買地。我看着他的眼睛，真誠地說，我是想請您出山，我想重新把這個磚窑廠開起來，用回當年的老手藝，把雲溪紅磚這個牌子重新打響。我聽說有大老闆也要來買地，他們買了地，只會推平了蓋房子，到時候雲溪紅磚就真的成了歷史了。我向您保證，只要您把地交給我，我不僅會保留一部分老窑洞，建一個雲溪磚窑博物館，還會返聘您當技術總顧問。李根死死地盯着我，似乎想從我的臉上看出一絲虛偽。我從口袋裡掏出準備好的授權書和2捆現金，這是10萬塊定金，
也是給您的聘書定金，錢不多，但這是我的誠意。”里根沉默了很久很久，窗外的雨聲仿佛也小了下去。他看了一眼王叔，王叔對他點了點頭。好。他拿起桌上的筆，在授權書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按下了鮮紅的手印。小子，我信你一次，你要是敢騙我，我就是拼了這條老命，也不會放過你。我長長的舒了一口氣，最難的一關過去了，接下來是趙鐵柱和孫大海，這兩家就容易多了。王叔在路上就跟我說了，他們兩家的兒子都等着彩禮錢結婚，急得焦頭爛亂。我們敲開門，說明來意，直接把錢拍在桌子上。一家5萬，對於他們來說，這筆錢就是雪中送炭。他們幾乎沒有猶豫，就在授權書上簽了字。然後是周寡婦家，他家的情況最慘，屋子漏着雨，一個面色蠟黃的年輕人躺在床上呻吟。看到我們，周寡婦一臉的惶恐和不安。我把10萬塊錢放到她手裡，大娘，這錢先給您兒子看病。周寡婦撲通一聲就跪下了，哭得泣不成聲。我扶起她，讓她簽了字。走出她家的時候，我的心情有些沉重。此時天邊已經泛起了一絲魚肚白，還剩最後一個錢老三。王叔說：“這家伙最難纏。”我們趕到錢老三家時，他正準備出門。看到我們，他一點也不驚訝，反而露出一絲狡猾的笑容。“喲，王叔，林所，什麼風把你們吹來了？”“老三，明人不說暗話，磚窑廠的地，你開個價。”我直接說。錢老三伸出3根手指：“30萬。”我心裡一沉，他這是獅子大開口。他手裡的地最多也就值10萬。錢老三，你別太過分。王叔在一旁呵斥道：“嘿嘿，王叔，這可不是過分。”錢老三得意地說：“我知道，豐達集團的人今天就到，人家是大公司，出手闊綽得很。我勸你們啊，別白費力氣了。”他果然知道內情。我盯着他的眼睛，突然笑了。“好，30萬，我給你。”錢老三愣住了，他沒想到我答應的這麼乾脆。我從包裡數出30捆嶄新的鈔票，堆在了他面前的桌子上。錢老三的呼吸瞬間就急促了，眼睛裡放出貪婪的光。他伸出手就想去拿錢，我卻用手按住了錢堆，對他笑了笑。“老三，錢是你的，但我們得按規矩來。”“什麼規矩？”他警惕地看着我。“你的那塊地，我聽說跟南邊王大爺家的菜地邊界有點說不清。”我慢悠悠地說：“這是我臨時編的。”“胡說，清楚得很。”錢老三立刻反駁。我這人膽子小，花的又是朋友的錢，必須得謹慎。我一臉為難地說：“這樣吧，天也快亮了，我們現在就去地頭，你跟我還有王叔做個見證，我們重新把借莊確認一下，簽個字據，這錢我當場就給你。不然，萬一以後有糾紛，我沒法交代。”我的要求合情合理，讓他找不到拒絕的理由。錢老三心裡急着拿錢，又怕我反悔，雖然不耐煩，但還是答應了。“行行行，快點！”我們3個人再次衝進雨裡。雨小了很多，但天色依舊陰沉。我們來到廢磚窑廠的南邊，泥濘的土地上根本分不清什麼借莊。我故意東指指，西畫畫，磨蹭着時間。錢老三心急如焚，不停地催促。就在這時，遠處山下的公路上亮起了幾道刺眼的車燈，幾輛黑色的越野車正朝着雲溪鎮的方向快速駛來。豐達集團的人到了。王叔的臉色瞬間變了，錢老三也看到了，
他眼神一閃，臉上露出了後悔和貪婪交織的神情。他想反悔，我心裡一緊，知道不能再拖了。我一把抓住錢老三的胳膊，將他拽到一邊，聲音壓得極低：“錢老三，車队你也看到了，他們來了，看到我們在一起，你覺得他們還會給你30萬嗎？他們只會用最低的價格跟你談，甚至找個理由說你的地權有問題，1分錢不給你，讓你去打官司。你跟他們耗得起嗎？現在簽了這份確認書和授權書，這30萬就是你的，拿着錢走人，神不知鬼不覺，你自己選。”我的話像一盆冰水，澆滅了他心裡剛剛燃起的貪念。他只是個小鎮居民，對上大集團，他本能地感到恐懼。一邊是看得見摸得着的30萬現金，另一邊是充滿變數的與虎謀皮的未來。他只猶豫了3秒鐘，簽。我迅速拿出文件和筆，在手電筒的光下，錢老三哆哆嗦嗦地簽下了自己的名字，按下了手印。我把那個沉甸甸的旅行包塞進他懷裡，錢貨兩清。錢老三抱着錢，頭也不回地消失在晨曦前的黑暗中。我拿着那份最後的文件，感覺全身的力氣都被抽空了，幾乎要癱倒在泥地裡。贏了，天終於亮了。豐達集團的車隊氣勢洶洶地開進了鎮子。一個穿着高檔西裝、頭髮梳得油亮的男人，帶着幾個保鏢，徑直走向錢老三家。他們撲了個空。等他們費盡周折，在鎮子的另一頭找到抱着錢袋子、正準備跑路的錢老三時，一切都晚了。西裝男氣急敗壞地找到了我。那時，我正和王叔坐在老張的小飯館裡，吃着熱腾腾的早飯。你就是林濤？他居高臨下地看着我，眼神冰冷。是我。我喝了一口粥，暖意流遍全身。我們豐達集團看上的地，你也敢搶？你知不知道我是誰？我不知道你是誰，我只知道我和幾位鄉親，你情我願，簽了份協議，白紙黑字，合法合規。我平靜地看着他，西裝男的臉漲成了豬肝色。他想發作，可王叔往我身邊一站，飯館裡的老張也抄起了擀面杖。鎮上的人或許怕大集團，但他們更相信自己人。這裡是雲溪鎮，不是他的主場。他最終只能撂下一句“你給我等着”，帶着他的人灰溜溜地走了。我找了個沒人的地方，用那部老人機撥通了周志遠的電話。電話幾乎是秒接，那邊沒有聲音，只有壓抑的、沉重的呼吸聲。辦妥了，我說。電話那頭傳來一聲長長的、如釋重負的嘆息，然後電話就掛斷了。1個星期後，市裡傳來了消息，前副市長因為在重大項目引進中存在不當行為，被省紀委調查。豐達集團也被爆出多項違規操作，被暫停了在我市的所有業務。又過了1個月，省政府正式發布公告，宣布星光新材料產業園項目正式落戶雲溪鎮。一時間，這個被遺忘的貧困山鎮成了全市乃至全省矚目的焦點。無數的媒體、考察團、投資商湧入雲溪，鎮口的土路被拓寬成了柏油馬路，破舊的房屋被粉刷一新。我親手拿下的那片廢磚窯廠，一夜之間價值翻了數百倍，成了整個項目的核心地基。而我，林濤，這個曾經的流放者，成了人們口中的傳奇。有人說我獨具慧眼，有人說我背景通天，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一夜我經歷了什麼。項目指揮部在鎮上臨時搭建了起來，是一排嶄新的板房。我分到了一間獨立的辦公室，窗明几淨。那天下午陽光很好，
一輛黑色的奧迪車停在了指揮部門口，車門打開，走下來的人是周志遠。他穿着一身笔挺的夾克，容光煥發，步履穩健，又恢復了那個我熟悉的意氣風發的表哥。他推開我的辦公室門，看到我，臉上露出了複雜的笑容。他沒有說話，只是走過來，給了我一個用力的擁抱。哥，我叫了一聲，聲音有些哽咽。辛苦了。他拍着我的背，說了這3個字。我們在辦公室的沙發上坐下，他親自給我泡了茶。陽光透過窗戶，照在我們的臉上，暖洋洋的。沒有了暴雨，沒有了絕望，沒有了那份令人窒息的緊張。爸媽那邊，我回頭會親自上門去道歉。周志遠先開了口，聲音裡滿是愧疚。他們會理解的。我說：林濤，對不起。他看着我，眼神無比真誠。把你扔到這裡，讓你受了2個月的委屈，還讓你冒了那麼大的風險。我當時真的是沒有別的辦法了。他向我坦陳了一切。他上任之初，舉步維艱，前副市長一派的勢力盤根錯節，處處掣肘。星光項目是他唯一能夠打破僵局、站穩腳跟的機會。他知道對手的貪婪和不擇手段，所以他只能行此險棋。我賭的不只是我的前途。他看着我，我賭的是你還信我這個哥。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香清冽，所有的怨恨在這一刻都煙消雲散了。我終於明白，那份看似冷酷無情的放逐，背後是何等沉重的信任與托付。市裡已經下文了。周志遠從公文包裡拿出一份文件，遞給我，任命你為星光項目指揮部副主任，兼任現場總工程師。我看着那份紅頭文件，一時間有些恍惚。從一個被下放的科員，到執掌100億項目的副總指揮，人生真的比戲劇還要精彩。這不是我以權謀私。周志遠嚴肅地說，是你自己掙來的。那一夜，你表現出的冷靜、果敢和執行力，市裡所有領導都有目共睹。你證明了，你不僅懂技術，更能擔重任。我笑了。我們兄弟2人並肩站在窗前，窗外曾經荒涼的廢磚窯廠，如今已經是一片熱火朝天的工地。打樁機發出有力的轟鳴，一輛輛工程車來回穿梭。一座新城正在這裡拔地而起。哥，謝謝你。我輕聲說。應該我謝謝你。周志遠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們才剛剛開始。陽光灑滿大地，我看着遠方連綿的青山和眼前這片充滿希望的土地，知道我的人生也和這座小鎮一樣，翻開了嶄新的一頁。感謝大家的觀看。本期故事精彩嗎？歡迎大家在下方評論區吐槽。如果你喜歡這類故事，記得點擊訂閱微光夜讀，並分享給更多的人，這會對我幫助很大。再次感謝大家的觀看。